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哎呦喂，这个世界啊，那是真的一天都闲不住啊。咱们这边是刚琢磨这个夏天是真热呀，中东那边啊，那火药桶眼瞅着就要砰的一声炸了呀。美国媒体那边放风啊，说这个特朗普已经点头了，同意对伊朗动手了，还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呀，最快24小时就得开打。哎，你说这消息靠谱吗？我跟你说啊，80%是真的。你想想啊，现在这局势啊，伊朗跟以色列那是彻底掰脸。这伊朗那边是真急眼了，这导弹啊跟这个不要钱似的，那一流接着一流的往这个以色列招呼啊。那以色列那铁穹是厉害啊，可以架不住这么个打法啊。说白了啊，这以色列现在的防空系统都快顶不住了。他大哥美国啊，要是再袖手旁观啊，这以色列真的得出大事了。你再看看美国现在的动静啊，那是真格的。本来中东就有一艘卡尔文森号的航母在那儿杵着，这还不算啊，原来在咱南海溜达的尼米兹号直接就掉头也奔中东去了。最新消息是啊，连在这个地中海的福特号也往这个以色列那边靠了。我的天呐，你数数啊，几艘啊？这可不是去串门去旅游的，这是真刀真枪的干仗的架势啊！这每一艘航母都带着一帮小弟啊，什么巡航舰、驱逐舰、前核艇，那叫一个浩浩荡荡啊！这阵仗一摆出来，那就是要告诉全世界啊，我美国这一次要亲自下场了，中东这场仗啊要升级了。特朗普对着这个记者怎么说的？他说啊，我不想打仗啊，但要是在打仗和看着伊朗有核武器之间选一个，那就没得选了。听听这话说的啊，那是既想当和平哥，又想把这个动手的理由啊给找好了。所以啊，跟台湾那边完全不一样，以色列才是美国战略清晰的对象。啥叫战略清晰？说白了，以色列就是美国的亲儿子呀，谁动他一下，那美国是真玩命啊。台湾呢，顶多算个啥干儿子吧，还是那种有事叫你2声，没事就让你自生自灭的那种。所以啊，这个美国现在也顾不上什么台海、西太平洋了，也要把这个最能打的家伙航母全调回中东去啊，绝不能让这个以色列出任何闪失。甭管这个美国嘴上说的有多好听啊，什么对台湾的承诺啊坚如磐石，哎，你别听他瞎扯啊，你看他往哪儿走就对了。他的身体啊最诚实。这下好了，美国那边战略清晰了，那最害怕的是谁？其实是岛上赖清德那一帮搞台独的。都到这份上了，赖清德就算再傻也该明白了，美国把这个看家护院的都调到中东去了呀，台湾这块地啊，谁来罩着，不就等于大门敞开了吗？说难听点啊，客观上啊，这个美国就算是放弃台海了，这一下这个岛内啊可就炸锅了，那种焦虑呀，那种害怕呀，隔着海峡我都能感觉得到。为了不让美国靠不住这种以美论啊，在这个岛内传开啊，为了继续忽悠岛上的老百姓啊，跟他们说别怕，美国爸爸还爱着我们呢。民进党当局都开始干啥了？开始疯狂的晒恩爱照了啊，就跟那个失恋的小姑娘一样啊，拼命的在朋友圈发点跟这个前男友的合照，哎，证明我们好着呢。哎，你瞅瞅啊，这台湾那个防务部门的网站突然就登了一张照片，是他们的那个头头叫什么顾立雄的啊，跟一个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合影，两个人坐在那儿啊，假模假式的谈话。这事的蹊跷在哪儿呢？这个以前吧，这种美国议员在跟台湾军事部门头头见面，那都是偷偷摸摸的，不敢公开啊。这次为啥敢大张旗鼓的贴出来？这就是故意摆拍给岛内的民众看的嘛，就是为了制造一种什么啊？你看美国的高官还来关心我们呢，我们的关系铁着呢，这样的假象啊，给这个老百姓喂一颗假的定心丸。但是这个明眼人都知道啊，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啊，那个长得有点像印度裔的美国议员，他除了能在这个国会里头跟着喊两嗓子支持台湾的口号，他还能干啥呀？他能调动1兵1卒吗？他能让开走的航母再开回来吗？都不能哦，他只能赚点台湾的外快。可没办法呀，岛内现在就吃这一套，哎，那种什么靠话术啊、靠诈术骗人的套路啊，就是他们的精神按摩，一按就觉得舒服了，就觉得安全了。这还不算完啊，更恶心的还在后头。岛内的那个什么副手肖美琴，他跟一个来台湾的美国退役海豹突击员的合影啊，也被这个电视上翻来覆去的播，听着名头挺大的吧？海豹突击队。结果有人把这个美国哥们的底细给扒出来了。这个人啊，在美国也就是个国外社交平台上的小网红，都没啥名气啊。而且啊，他以前的履历是啥？曾经在这个美国的中情局下边一个叫什么康斯泰的公司干过门卫。
我的天啊，我没瞎说，就是看大门的。所以啊，哎，你看看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已经饥不择食到什么地步了？我感觉啊，他们都恨不得自己掏钱去这个美国大街上抓几个衣不蔽体的这个流浪汉啊，给他们换身干净的衣服，请他们来台湾站个台啊，然后就告诉台湾人啊，哎，你们看啊，美国的流浪汉是多么的爱我们呀！这个台湾的媒体还煞有介事的报道说，萧美琴呀，表情极其严肃地对这个美国门卫大谈特谈什么台湾的理念、台海的形势。这萧美琴说，我们不会挑衅，但我们呀不会在威胁下屈服。哎，你再看看这个现场那个照片啊，那画面啊，那简直就没法看呀。那个什么美国的门卫翘着个二郎腿，坐没坐相？那个大黑皮鞋的鞋底色都快渗到这个萧美琴的脸上了，他可能压根儿都没听这个萧美琴在叨叨啥哦，就是用一种什么吊儿郎当看猎物一样的眼神直勾勾的盯着他看，那场面呢真是又猥琐又恶心，让人看都反胃。所以说啊，在这个美国开始抛弃台湾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啊，就像一个被打入冷宫的深宫怨妇，哎，知道这个皇上不要他了，就拼了命去抓皇上的脚后跟啊，哭着喊着不肯放手，那样子啊，那真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啊！臣妾做不到啊！我今天啊说话可能是有点重啊，但咱不是唱高调啊，我就是想问问啊，岛上这个一群毫无底线、毫无自尊，连民族气节都丢了的货色啊，不把他们从我们中华民族的队伍中给清除出去，能行吗？这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会统一。不管用什么方式啊，这就是接下来的现实。你再看，就在这个台风过去之后啊，咱们这边在台海的动作，6月18号到19号，解放军光是战斗机啊就出动了25架次，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9架啊直接从这个北边和西南边逼近了台湾岛。水面上还有7艘军舰配合，肯定还有很多朋友觉得啊，哎呀，这个飞机天天在周边飞来飞去，只要不直接飞到岛上去，好像意义不大。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这么看啊！你可以把这次行动啊当成是咱们为了这个未来可能跟美国进行真正的大规模战争在做准备啊，这就是实战演练。你看咱们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啊，这2艘航母啊，在这次西太平洋的演练里啊，光是舰载机的起飞降落就搞了780次，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在严格的高强度的训练，把这个部队往死里练。这显然就是跟小小台湾没啥关系了。这解放军的目标啊，现在看就是那星辰大海啊。现在这个视角啊，就跟《三国演义》似的呀。蓝星上3个超级大国，如今啊已经有1个半下场参和到战争里去了。很多事情啊，其实现在都看清楚了，不用想得太远。台湾现在也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要是有人非得问啊，这个统一的进度条到哪儿了？答案就是一句话：根据需要，随时。现实呢虽然是有点残酷，但看清楚啊，心里就亮堂了呀。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